嗨，大家好，我是姚恩娜，欢迎来到我的频道。Hi everyone, I'm Yana. Welcome to my channel. 有没有看到现在是另外一个场景？因为我现在人在德国，然后我声音听起来有点鼻音很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已经大概1个月一直不停的咳，然后一直就是很想流鼻涕，所以我现在鼻音很重。然后外面现在天气是大晴天，所以现在完全靠的就是自然的太阳光，多赞！你看我的灯还折，因为完全不需要去塞这个灯，只要外面是晴天，我现在的那个光线就还不错。所以你现在看到我旁边有这一小箱，里面全部都是化妆品。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来德国带了什么化妆品，然后这一个应该至少有5公斤吧，我觉得我疯了。我没有超重，我知道我在德国可以买到更多的彩妆品、保养品，在台湾有些需要代购的牌子这边都有，然后这边的关税又没有课那么重，所以其实有些东西会比台湾便宜很多。就是我还是带了一些以便不时之需，虽然我是有预计还会再买彩妆品，但是有些东西我觉得我带了个心安的感觉。那我们就先从脸部的开始好了，就是以化妆的步骤，然后你会使用到的产品。然后我可能不会很详细介绍说为什么我带它们，或者是有一些是我在台湾还来不及试的产品，然后我把它带过来使用。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欧洲的时候，通常我的肤质是混合偏干。我来到这里，我已经可以感觉到我的脸有一点点在脱皮。我1天不洗脸，我的 T 字爆油也没有这么严重。然后现在是6月，还不是欧洲最热的时候。然后第二点，其实我忘记带妆前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就是用一般像保湿乳液之类的来先做打底。我唯一有带的一个像是妆前乳的东西，就是这一条，这1-2年来非常红的那个爱丽丝老师的牌子，叫做 AM Fairyland。对，然后呢，我买的是03肤色的。我先不要讲太多，我觉得就是它可以放在我的爱用品。然后搭配老师的产品呢，我还有带了这2个烹饪提亮液，一个是那个01粉色的，然后一个是02黄色的。就是我泪沟这边稍微凹陷一点，所以我就是目前现在在尝试这个01的。然后02的话，是因为其实我脸颊很容易泛红，所以我不想有太多偏粉色的产品在我的脸上，所以我就先尝试这2个颜色。那再来呢，当然防晒不能少，所以我带了2瓶心机彩妆的防晒，就是那个妆前乳防晒。这个有空的话，我希望可以拍我的爱用品。我带2瓶是有原因的，但1瓶呢，我带的是那个 Natural， 另外一个是 Nude Beige。Natural 偏粉一点，有些时候如果我有泛红的话，我之后可能就会压有肤色或黄色的蜜粉去中和掉那个太红。Nude Beige 就是偏比较黄一点，比较暖一点的色调。然后再来呢，我有一个这个小样，它叫做拍，它叫做 The Impossible Glow。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个产品，就是它可以滴到任何你的底妆产品里面，像是遮瑕或是粉底液里面，甚至妆前乳里面。如果你只是想要打个底，它可以让你的脸就是看起来比较蓬润一点。其实就是滴个1-2滴，它不会去影响你的肤色。然后它是比较 bronzy 的颜色，比较古铜一点。那如果就是你把它当做一些 highlight 打亮 bronze 的地方也可以。然后再来，我带了资生堂的一个粉底，它就是那个 Synchro Skin Radiant Lifting。这个我不知道我之前有没有放在爱用品里面，我好喜欢它的妆效，我觉得它很美。我今天用的粉底就是它。我之所以带它，是因为在台湾如果夏天的话，我没有办法用它，它其实没有那么持久。但是就是现在天气也比较干，我就觉得它非常适合，我很喜欢它。可是在台湾夏天真的用不了。再来是那个娇兰的24H，它是那个雾面款的，然后我也是带小样。
因为我就是粉底液真的用不完。这个妆效我也很喜欢，然后它跟资生堂的一样，台湾的夏天我有点顶不太住，只需要我的肤质是在混合偏干的时候使用，它也很美。然后再来就是另外一个是那个歌剧魅影的超滤镜粉底液，这款我还没有用过，然后我也有看过它的评价，也很有兴趣，所以我就想说带来用用看。对，然后我还带来几个试用包，是我想要尝试的产品。这个植村秀的无极限超时清粉底，这个呢我用过了，我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台湾的夏天我觉得也蛮 OK 的。然后再来是另外一个那个肌肤之钥光彩粉霜，这个我也是超级有兴趣的。那么再来是遮瑕，我带了一个这个歌剧魅影的三小粉霜，还没有用过，大家都把它就讲得很省，所以我真的非常有兴趣。其实遮瑕的东西我是想要在这边买，所以我就只是随手拿了一个1028的那个遮瑕液。我本来想要带迪奥的，但是我喜欢的那一罐我怕这里会太干，所以我就带了一个这个比较液体一点的。然后我还带了搭配的，一个是那个 Green， 因为我会泛红，所以我需要一个可以矫正泛红的。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 Muted Purple， 就是那个紫色的，我觉得它的紫色调很好，因为它不会让你的脸看起来很红，不会有那种紫色校色让你的脸看起来很死白的感觉。这紫色的我可能就会用到一些比较暗沉的地方，就是局部的，我觉得还蛮不错的。那再来是修容的产品，我带了3个，一个是 Fenty Beauty 的，我的色号是01 Amber， 这个的话我就是拿来在脸颊修容。然后再来是 Himi 的3色修容，这个的话我全脸会修容的地方都会用，鼻子啊、两颊、额头这样，懒的时候。再来是那个 Esther 推荐的腮上的修容，然后我买的是01色。目前呢，我只先用在了鼻子这边，但是其实我非常不会鼻子的修容，所以我还需要再练习。然后再来是腮红类的产品，第一个我带的是 Lily by Red 这个06色的腮红膏，就是也是看 Esther 的影片被它烧到。我目前就是按照它的方式，然后上在眼下，但是我觉得它颜色其实很容易就被推开，对我来说没有那么的较真，所以我还需要再多用它一下。那再来是3个 Himi 的腮红，一个呢我带的是那个特调腮红03号，那再来是它另外2个，一个是08 Soft Tan， 然后一个是 Honey Beige 10号，然后它们是偏比较奶茶色的颜色。那另外我也带了晒上这个双色的打亮腮红膏，然后我的色号是01。其实我蛮喜欢02的，但我觉得02对我来讲，整张脸就会看起来太泛红。然后呢，今天我只把它打亮在鼻头而已。我就是一直在刷 Instagram， 然后就一直被这个东西烧到。那再来是2个 2AN 的双色腮红，然后我带的色号是 Pink Petal 跟 Peach Fizz， 我只有在屈臣氏刷色过。我其实想要买另外一个更紫的颜色，但我觉得可能对我的肤色来讲有点不太适合。然后现在太阳终于又照回来了，谢喽太阳。好的，那再来呢是蜜粉的部分。我觉得蜜粉的部分我有点发疯了。好的蜜粉真的你就觉得离不开它们的感觉。先讲蜜粉饼。蜜粉饼呢我带了2个，一个是那个歌剧魅影的7秒什么什么的，我买的色号是 G177， 它的色号呢是偏黄的，现在太亮了，这个色号其实蛮适合我的，因为我就是想要一个偏黄一点的蜜粉。然后再来呢就是 Kiko 的 Matte Fusion， 然后我买的色号是04。对，这一款其实呢在欧洲也买得到，但是因为那时候我请我朋友代购，所以呢我又把它带来了。这一款就是在外面补妆的时候方便。然后再来呢我带了4个蜜粉，为什么要带那么多呢？第一个蜜粉是那个 MAC 超滤镜，然后我买的颜色是 Rosy Pink， 就是那个精灵粉的。
这个精灵粉我觉得拿来局部烹饪提亮很好用。其实我觉得这一款蜜粉也没有那么的持妆，就是台湾的夏天也是对我来讲禁不住的，所以其实现在偏干的天气用起来就对我来讲是刚刚好。然后再来呢是艾咪咪的蜜粉，它真的磨皮效果还蛮不错的，如果到时候7、8月又再更热一点的时候就可以用。然后再来呢是2个我觉得超级控油的蜜粉，第一个就是那个 By Terry 的，我之前有在爱用品分享过。那我之所以带它，除了因为它超级柔焦、超级控油之外，它可以拿来当干洗发，就是以物多用。但是它的粉质非常非常非常细，所以这个呢我还必须用胶带把它先粘起来，不然坐一趟飞机它应该全部都会洒出来。然后另外一个是植村秀的这个蜜粉，我买的这个是无色的。然后植村秀这个蜜粉比起 By Terry 没有那么的细，它还是很细，我也是一样，就是需要用胶带把它贴起来。然后它的粉扑也超好用的。好的，那再来呢就是我们眼妆的部分啦。先讲眼影盘好了，眼影盘我觉得我也有点发疯我带了8盘眼影盘，现在真的太亮了。我第一个带的是 NARS 的，这一盘颜色我觉得做得很好，非常的美，也非常的好搭配，而且 NARS 的眼影盘就是非常的持久。那 NARS 我带了另外一个，但是它这一盘呢，它现在应该是买不到了，它叫做 Wanted， 然后它是稍微偏红，然后比较大地色一点，这盘也是非常的好搭配，然后我也是超级喜欢，所以我有点舍不得用，但我还是带来了，我就是随便拿随便讲。那再来呢，我带了2个1028的眼影盘，一个是那个朱古力，一个是木玫瑰。朱古力这盘颜色我觉得也是调得非常的好，也是偏红，然后偏大地色，它的打亮色也可以拿来做脸部的打亮，眼头啊、鼻子啊、两颊。然后木玫瑰呢，就是一个偏粉一点的颜色，就是如果我要去其他地方旅游的话，我就可以带一盘什么都有的。其实基本上呢，我很讨厌用小镜子，我很讨厌用眼影盘里面附的镜子，但是我觉得1028的镜子做得很好，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就是1028的镜子呢，它没有特别放大，但它没有小到说你没有办法看清楚你眼部的细节。然后我是一个近视的人，通常我如果要刷睫毛膏、画眼线的话，我都会镀得很近，这样距离可能10公分吧。但是它这个镜子可以非常清楚让我看到我的眼睛的细节，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我要出去玩的话，我就会宁愿带1028的眼影盘，因为它镜子非常的好用。有人是跟我一样吗？其实我很讨厌彩妆品里面有附镜子，因为对我来讲就是个浪费。我真的觉得它没有办法让我看清楚我的脸，但1028的这镜子我觉得超好用。那再来我带的是 Fresh O2 的 After Party， 这一盘呢基本上都是亮片色，它有2个大亮片的颜色，白色的跟紫色的，我觉得做得很好，然后很美，然后我现在超级曝光Oh my god 然后它还做另外一个很像香槟银的颜色，我觉得做的也是非常的美，所以我就是为了这个亮片色带它来的。然后再来呢就是 Case 这一个9色的美眼盘，然后我买的色号是05，它的咖啡色有一点点偏绿，就是有一点茶棕，但我觉得也很 OK。 然后呢另外它这3个就是有亮片有珠光的颜色，我觉得非常难用，所以我只用这6个雾面色拿来就是做一些晕染啊，做一些深浅凹凸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用。再来呢另外一个是我非常久远的 Smashbox， 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一盘，就是它的颜色，一个是现在很流行大家拿那种米白色的眼影来做提亮，那它也有，然后还有一个那种浅咖啡色可以拿来做那个眼窝，偏紫偏红跟偏绿的颜色。然后因为我最近戴很多不同的隐形眼镜，
用这一盘就用得很凶。我觉得它对于不同银眼都非常的好用，因为我觉得银眼有些时候你必须要搭配那个眼影色才会看起来比较正常一点，那它这一盘几乎都可以做到。忘记了，我还有带一个塞上的，这是那个雾面眼影02色，然后这一盘我还没有用过，我就是看其他人分享，然后就是有便宜特价我就买了，所以我会再继续用它。不好意思，大家在这部影片就看到一直忽暗忽亮忽暗忽亮的。然后我还带了一个单颗的眼影，它是拉卡，色号是908，就是一个现在很红的烹饪体亮色，然后我也还没有用过，打算来试试看。然后呢，另外一个是 Mako 的眼影 Mousse， 我买的色号是01璀璨流星，这个色号偏白，像是那个 AZTK 在保养很红，然后它的03色号是比较偏带有蓝偏光的白色亮片，然后 Mako 的这一个就比较没有那么蓝，就一样是亮片，然后一样是 mousse。我试刷的时候，我觉得它非常好延展，我不知道它上眼会怎么样，但我还是把它带来了。那再来的话，我带了2个眼影蜜，一个是 Roman 的色号的话，我就会放这边跟资讯栏，它是有点偏粉的，然后它非常非常的亮，非常的显眼，所以我打算就是去什么游行啊，或是去 party 的时候会用。然后再来是另外一个，它叫做 Andar，我买的色号是01 Flash， 然后它这一个里面都是大颗亮片，它可以放在眼皮，然后也可以放在两颊，就是去音乐节会用到，所以我就是也把它带着。好，说到眼影，差一点忘记，就是我最爱的那个 NARS 眼影底膏，然后我带的是小的，这个也是超级好用，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是有点偏干，但我还是照用无误。Oh my god 那再来是眼线的部分，先跟大家分享我带的眼线胶笔，那我带的就是3支爱杜莎的，色号是08、10跟11，爱杜莎眼线胶笔超好用。然后再来眼线液笔，我就是碰到选择障碍，我带了2支 Kelly Star， 它是一个紫色，然后一个是很像蓝灰色的，然后这个牌子在康是美可以买到，我觉得它还蛮持久，然后颜色很多样，我觉得在台湾的药妆店你很难找到除了咖啡色、黑色以外的眼线液，就是 Kelly Star 这个，它至少有10个以上的颜色吧，我很喜欢它，推荐大家。我好像没有放在爱用品 I should 那再来呢是1028的 Ultra Precision， 然后我买的色号是浓丽松，我很喜欢这个颜色。然后再来是3支恋爱魔镜的，这3支我放在爱用品过，它的色号是 PK715、BR713 跟 GY817，这2支粉色跟咖啡色，我觉得拿来画眼线就是很低调，很好用。然后再来呢，这一支灰色的，它其实颜色非常的淡。然后我之前分享说，它可以拿来画在下睫毛跟触痕上，可以让你的睫毛看起来很浓。另外呢，我也会拿它来画我的眉尾，把它拉尖的时候我就会用它。我觉得这颜色很赞，很刚好。那另外我也会用另外一支眼线液笔来拉眉尾，就是这一个 Maybelline 的，它是那个灰棕色，它也是很淡，淡到我觉得当眼线液我没有那么喜欢，但拿来当眉笔我觉得也是很刚好。那 Maybelline 的话，我还有带另外一支眼线液笔，它是一个比较深粉色的颜色，如果你不想要画一个很突兀的眼线的话，我觉得它还是非常适合。然后再来眉毛的部分，有带2盒 Himi 的眉粉盘，一个是 Olive Brown， 然后一个是 Poppy Purple。Poppy Purple 我其实还没有用过，我觉得它也是可以顺便拿来一起当眼影用的，就直接把它带来。然后 Olive Brown 是比较茶棕色的颜色，但是我现在发色没有那么适合，我眉毛需要灰色，咖啡色的眉毛真的不太适合我。然后我还带这个 ZA 的这一支，我真的觉得我被它欺骗感情。它的色号是烟熏灰，
但是它画起来一点都不灰，很咖。我的旅游结束完之后，我可能就会把它丢了，不会再把它带回台湾了。然后眉毛的部分呢，我还带了一个 Nitata Beauty 的野生毛流眉胶，我想要再好好的来画我的眉毛。那再来就是睫毛膏，第一支是 Mute， 但是我带的是浓密款，我不喜欢长的是弯弯的刷头，就是我觉得很难用，所以它那支很有名的我没有买。然后我今天刷的是 Mute， 我觉得它的膏体偏干一点，我还蛮喜欢的。它的浓密的感觉没有那么的明显，我觉得它非常让睫毛根分明，它不黏，它不会让你的睫毛结块在一起。那我还带了1028的电木黑，因为我会戴蓝色隐形眼镜，所以我需要一个蓝色睫毛膏。然后再来是爱杜莎的，它是一个睫毛底膏，然后它是像梳子的形状。这一支呢，它刷起来会让你的睫毛看起来毛茸茸的，很可爱，所以我很喜欢。然后再来就是 Maybelline 这一支 Sky High 睫毛底膏，黑色盒子装的，我真的非常喜欢它的刷头，虽然它有一点偏湿，但是它的刷头真的很好用，然后它也会让你的睫毛看起来很浓。然后我喜欢到我还买了一支带来德国送给我朋友，我朋友很热爱睫毛膏，所以我觉得他不能不知道这一支，因为德国睫毛膏的刷头都超级粗大，不要再用那些。说完睫毛膏之后呢，绝对不能忘记我最爱的烫睫毛器，就是这个 Face Factory。我之前有提过它，擦那么多睫毛膏，怎么可以忘记它呢？那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我没有带睫毛夹，因为我自从有了烫睫毛器之后，我就完全舍弃那些睫毛夹了。其实我不需要多那一个步骤。再来是一个美妆的小东西，是那个睫毛刷，需要一个钢刷。我的睫毛非常喜欢粘在一起，打算来好好的使用钢刷来整理我的睫毛。Oh my god！再来就是唇彩的部分，我们就结束了。我觉得我要疯掉了。我先不要数我带了几支好了。第一个呢，就是我带了一个 Peripera 的，它的色号是28，它会让你的嘴唇看起来很饱满。我带了2支 NARS， 我带的是 Loose Control 跟 Thrust， 它们多好用，你们也知道。那 NARS 呢，我还带了一个小样，它是那个 Star Woman， 它是一个非常正红的红唇釉。然后我本来想说，如果我要参加什么场合的话，我就可以擦这一支。NARS 我还带了一个它的那个什么唇笔，就是 Do Me Baby， 它的色号调的有一点鲑鱼粉，所以我觉得很好看。然后再来是这个在宝雅找到的牌子，叫做 FZC 吗？反正我买的色号是05，它不是每个宝雅都有。它这个颜色就是那种很美的红棕色。对，然后它颜色我觉得调的也很好看，非常适合各式肤色。这支是我放在包包里面会不擦的一个唇彩。然后再来是4支 Into You 的唇釉，我买的色号是 EM10 跟 CM04， 然后这2个颜色超好看，我觉得它们2支非常的百搭，然后我超级喜欢。那再来是2支唇蜜，一个是06，一个是08，它们的唇蜜目前我擦过2次，然后我觉得它们掉的有点快，所以我有点不太确定是讲太多话还是怎么样，就是可能讲一讲过了没多久就没有看到它们的颜色了。然后再来呢，我带了一支 MAC 那个黑魔杖，然后我的色号是892，现在我唇上这一支我觉得超好看，茶棕色。然后在1028我带的是 Dewy Kiss Cream Lipstick， 然后色号是501，这个颜色也是调非常好看，之前爱用品有介绍。再来是 Kate 这一个有防晒的润唇膏，然后我的色号是08，就是出门嘴唇也是要防晒的。然后再来是 Dior 的唇釉，这个色号是200，然后 Dior 的唇彩多好用，大家也知道。然后再来是一个我没有用过的牌子，叫做 Naming， 应该是一个韩国的牌子。然后之前看一个 YouTuber 分享，然后他擦的色号是 Hound， 我就觉得 Oh my god 超美，所以我把它带过来，也是准备要尝试用，打算在这里试。
然后我还带了 Dear Dahlia 迷你唇釉套组，然后它这个颜色就是比较鲜一点，就是很寒的颜色，颜色比较浅，所以我觉得很适合现在夏天的 vibe。现在大家擦唇釉唇彩方式就是比较属于晕染型，比较不会画一个很把你的嘴唇框住的感觉。亚洲的风格现在是这样，所以我也去买了 Solon 那一支细胶唇刷，打算来这里试试看我的技巧。我想要再介绍另外一个美妆小工具，这是一个三角形的粉扑，我是在虾皮上面乱买的，就是我觉得我想要一个植绒粉扑，定眼下这一块跟鼻翼超级好用，就是它好像才12块吧，这个粉扑进来这里，我的嘴角这边超级刚好。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个粉扑是很厚的，然后它其实很弹，它里面是厚实有东西的，它不是就是2片布包在一起，它里面应该是有在把它加厚一点，然后拿来这样子，或者是拿来这样子，超级好用的，超级喜欢。回台湾要来囤这个。刷具我没有讲，因为我觉得再讲下去应该就是要疯掉了吧。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不好意思，无法控制这阳光的亮度，它现在是大晴天。那下一集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带来的保养品，那就请大家 stay tuned。那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想支持我的话，请帮我按赞、分享、加订阅。那我们就下次见，ciao。